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和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你们之间是什么样的缘分呢？那台面上的话，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一组。今天的话，我们是使用观音的神谕卡来为大家做指引，所以大家在冥想的时候，也可以静下心来询问观世音菩萨，可以请他给予我们力量。那如果你们本身是属于非道教或者是佛教以外的人的话，那也没有关系，你们就只要依照你们的直觉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就要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宇宙所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那今天在关于观世音这神谕卡的解析的话，洋洋呢会是放在会员的影片里面，就是付费会员的影片里面。那在这种一般免费的会员影片的话，洋洋还是会用其他的神谕卡来为大家多做一点其他的解释，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也不用，是可以依照你们自己所直觉所选的就好了。好，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大众占卜咯。好，那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你们这边所选择到的是永恒的保障。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透过宇宙呢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一个讯息。那今天的验证牌的内容的话，是你所感觉到关系所带给予你的启发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你们过往的这段关系里面，可能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啊，然后所遭遇到的这个状况，那对方所带给予你的启发是什么，或是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你的启发是什么。好，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权杖8。那权杖8的话，如果说在这段关系里面呢，你们其实可能本来在对说自己的人生，或者说自己的工作，或者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的话，你们原本呢可能是属于比较懒散的，或者是说有时候你们会有一点偷懒的情况，又或者是说当你们在面对可能自己所喜欢的人的时候，你们原本呢或许也是会不知道该怎么跟对方相处，然后就会有点畏畏缩缩，或者说会想得非常的久。或是有时候当你们在面对于自己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们本身会有点不太敢去做争取，或是们也不太会知道说自己应该要怎么做，然后会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应该你可以有那么的多的勇气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或者说去争取你觉得应该是属于你的东西。那在跟这个人之间相处的过程，或者说你在遇到这个人之后，或者是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开始慢慢的你觉得很多的事情你本来是有点萎靡不振，或者说你可能没有很多的，你本来是没有方向，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你是找不到任何你该如何去解决，或者说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去面对的这些的事情。可是在遇到他之后改变了，你开始会对于说人生，你开始逐渐知道说你可能想要做什么，或者说你可以做什么，或是说他有提醒你在日常生活中你的一些在个性上的缺点，又或者说你本来在对于情感就是唯唯诺诺，可是因为遇到他之后，你为了要能够就是把握住他，或者说能够吸引到他的注意力，所以因此呢，你也开始会努力的想要去就是为了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所以你开这个人呢，你就是对你来说开始就会变得为了感情就会更加主动，然后可能去做一些的邀约。那当然在这个转化的过程里面，你们一定会有一些让你们觉得比较不自然的地方，或者说你会觉得有点奇怪，自己怎么会讲出这种不太会邀约的事情，或者是说总是会没办法切入到重点。
那这时候你们就会因为每次的挫败，或者说每次的调整之后，你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话，不管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人他所带给你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行动力，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你也不认为自己有办法，结果现在你反而变得跟以往不太一样。那如果说你们现在关系里面是属于在一个争执、吵架、断联、分手的人，确实就有可能对方所带给你这些改变，你会因为失去他之后，你又慢慢的变回到以前那个样子，或者说关系变不好的时候，也会变成是像你们过往原本最真实那个样子。但是洋洋会认为，其实你们选到这组的人，你们本来的个性呢，就是属于比较勇敢或者是比较积极正向的人，所以在你们的关系之中，就算没有这个人，其实后面你能够走出这个伤痛的时候，或者说能够从这段关系的负面情绪走出来的时候，你们还是依然呢能够把那个已经改变的你们那个状态是能够再出现，或者说再显现出来的。所以其实你们这一组的人是真的非常的棒，只是你们遇到人生中的贵人，所以才会让你们变得更好。那实际上你们本来就是有那样的一个特质在。好，然后我们再抽到是星星牌。好，那么在星星牌的部分的话呢，就意味着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可能本来在对说人生，或者是说在对于自己的部分是没有那么多的信心，或者是会有时候，就像前面讲，你会有时候真的是有点萎靡不振，或者是你就会得过且过，随便过。可是会在因为遇到这个人之后，你好像找到一个人生性的方向，你踏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然后也逐渐让你知道说，可能面对爱情里面，你想要拥有什么样的人是跟你比较契合的，什么样个性的人。那原本这个人身上一定会有一些的缺点，你就会知道说，哦，那些缺点是以后我要去注意的，我要去留意的。那或许以后在面对说新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什么样的人是真正适合你的。所以其实也可以知道说，当你在遇到这个人之后，你的人生的方向就是出现一个新的轨迹，或者是说有一个新的思想。然后面对感情的话，有一部分的人应该是真的有经历过了还蛮漫长的低潮期。但是在随着跟这人相处之后，那你也开始逐渐知道，低潮期其实也真的没办法待太久，或者是你也知道说，其实人生也是必须要继续往下走。或许是因为这个人他把你最积极的那一面已经有完全的显化出来了，所以你其实也会因为没有这个人，或者说有没有这个人都没有关系，你还是会有办法把你个性上面最完美的那一面，或者说最美好的那一面会展现出来，会能够去吸引到很多人的目光在你身上。所以其实在你这个人本身现在面对于感情，或者说面对说自己在情感啊人际关系上面的话，你有时候是真的还蛮能够带给身边人很多的温暖，或者是说会让身边很多的人感觉到他其实也是很棒的，也是因为你们曾经有跟他们类似的情形，那你现在变了更加强大，所以你反而是能够用那种强大的姿态，或者是有经验者的人的样子去跟他们分享，然后能够讲到他们的痛点，那就会变成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你的人际关系其实也算是某一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在一直慢慢的越来越好的情形。那少部分人的话，就是开始可能会愿意接受远距离恋爱的情况。好，那我这里抽到的是就是女帝的女帝。好，那如果说抽到女帝的话呢，其实你们这个人的个性本来就是让人觉得说有点蛮温暖的，然后你其实一直以来面对于说生活中的人事物或者是人际关系的话，你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的设防，或者说会有一点的设限，就不会完全的付出你们自己。但是因为在遇到这个人之后，你们之间一定有经历过很多什么，那经历过那些的话，洋洋就先不讲，因为每个人的话可能都是一则故事，怕讲太多，大家可能会把大众占卜列为像个占，就会比较可惜一点，因为大众占卜是集结了所有人的能量嘛。好，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当你遇到这个人之后，所带给你的改变的话，让你得到这些启发呢，就是你开始会很慷慨的
跟身边的人相处在一起，或者说你开始会愿意很大方的跟他人分享你的优缺点，或者是当你有赚得更多钱，或者是你本身有什么样的物质生活的时候，你就会愿意跟你身边朋友的分享，并且你开始也会变得在性格上面的话会变得比较柔软一点，也就是说你开始会站在每个人的角度去为他思考。那你当站在那种相同的角度或者相同的立场为对方思考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他人的共鸣。所以你整个人所散发出来的这个气质跟气场的话，其实会让身边人感觉到是非常的温暖，然后非常的值得依赖，是值得可靠的。因为你本身这人又让人感觉到是非常的正面跟积极。有可能你心里面真的不是正面积极，但只是你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如此的正面跟积极，所以会算是说蛮恭喜这组的你们。虽然我们先不知道说你跟这人的相处状况现在是如何，但是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这个人其实现在在你们身边是来到你们身边的话，其实有真的让你们灵魂上面有变得更加的有层次，更加的成长，更加的茁壮。好，那如果说验证牌是有让你们觉得相当有共鸣，或者是说是有符合的话，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其他的牌组咯。好的，那我们就往下看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你们的相处的过程之中来去看看说你们之间是什么样的缘分。那主牌呢，我们就是你们的所谓的相处过程，那副牌辅助牌就会是所谓缘分的解析。好，那我们来看看你们相处的过程是如何呢？首先我这边抽到的是宝剑三。好，宝剑三的话看起来似乎选到这组的你们，你们这组的人的话应该是跟对方有经历过，你们原本对这个人是抱持着还好的心态，然后是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可是在随着就是说有点日久生情，或者是说对方当初对待你的时候，你本来只是觉得好像可以认识看看，但是没有到那么的喜欢上他。那在随着日渐相处、日久生情之后，逐渐的产生那种爱情的感觉，或者说是那种爱恋的感觉、恋爱的氛围。那接下来的话，你跟这人之间相处之后，这个人应该是有真的做了什么让你觉得非常痛心难过的事情，又或者是说，当你真的要去踏入到这段关系的时候，结果对方他拒绝你了，或者是你可能晚了一步了，就没有办法去促成这段关系的一个可能性，或者是说这段关系的发展。所以因此呢，在你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势必是一定会有经历过一个非常痛苦难过的时期。那你原本可能对于说这个人，你真的发现到他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时候，已经有点为时已晚。就是说对方他投入在你这段关系里面，跟你投入这段关系的时间点的两个之间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段关系之中，你们主要相处过程里面，你总是会在一个失望跟期待的这个过程里面，一直不断的反反复复。所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其实你的心真的蛮累的。可是你虽然很累，你觉得很难过，可是每当你跟对方相处的过程里面觉得很开心、愉快的时候，那么你又开始不自觉的会陷入在这段感情里面，那你的期待又出现了。可是当对方又跟你明讲啊，或者是暗示啊，或者他有一些行动行为出来的时候，你又开始感觉到非常的痛苦跟难过。所以呢，这段关系所带给你的相处之中的话，是有一种让你觉得常常感觉到有一种很孤单，或者是说被这个世界上给抛弃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感觉跟这样的想法会不由自主的萌生出来。权杖六，那权杖六意味着说，其实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两人之间非常有话题聊，或者说两人之间其实真的很有默契，或者是两人之间在相处的里面的话，可能都是会在一个公共的场合遇见。
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公共的场合的话，真的就比较，就是说你们单独相处的几率跟机会真的非常非常小，甚至有的人好像没有单独在两个人，就是说在那个空间里面只有两个人的这种状况之下，比较多就是大家会在一起，或者说在所谓的公众场合，然后这段关系原本真的只是把对方当朋友，殊不知后面的话是你们有点陷入在这段关系，或者是说这段的感情里面。然后在这有一部分的人话，就是你们这段关系好像有三角恋的情况。那这个并不是在塔罗牌中讯息，而是洋洋所透过塔罗牌中所感应到的这个宇宙讯息，就是你们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也是三角恋关系中的人所跟对方之间的相处的情形，还有就是你可能跟对方的朋友有不小心啦，有一些的纠葛在。好，我们再抽到的是钱币九。好，那像这个钱币九的话，意味着说，你们常常会有一种个人自己的独自的时光，或者是说，你们可能比较多的时间都是没办法联络得到这个人。那你们跟这人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就是会有太多个人独处的这个空间跟时光，然后你们可能为了这个人也。有的人应该是真的付出蛮多的钱啦，那这个蛮多的钱的话，有一点像是说对方有给你一些的梦想，或者是对方有跟你讲了什么，然后你们就是不自觉去相信他，可是有可能对方只是随便说，或者说他只是依照他当下心情去说而已。所以关系里面中的话，我们先以如果说是这三张来做解释，你们之间的缘分呢，就会有一点比较像是说。被对方给利用，然后感情里面算是你们自己啦，可能有点后知后觉的情形，就是说为了这段关系，为了这段感情，你们会不自觉一直付出，可是其实宇宙想要让你去学习的就是这段关系中你们付出太多，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也不见得可以得到你们真正所想要的一切。所以关系里面必须要两个人之间的付出是同等对待的，不是只有一个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付出，或者是一个人默默的等待着对方，这个是不公平的。所以看起来似乎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我们走到这边的第一个顺位的话，无止境的伤害，无止境的等待，然后让你们看清楚爱情真正的面貌是必须要配合着现实的因素跟考量。好，那我们今天抽到的是宝剑，对，好，对的，宝剑的部分。好，那如果说像我们抽到的这张牌的话呢，这段关系中的人的话，看起来你们应该是。算是说你原本在投入这段关系，或者说当你发现到有感情投入的时候，已经有点算是说来不及。然后当你刚开始跟这个人认识的时候，你好像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告诉你说，可能跟这人相处开始之后，你会有一种全新的生活，或者是说你的生命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改变，又或者是面对说这段关系。你有一些的事情是你必须要去注意的，你要去留意的，不要太快投入。然后当你可能快要去陷入这段感情里面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留意一下这个人有一些的警讯，然后这个人要再多观察，不要那么快的投入这段关系，不要那么快投入感情。就是你的脑海里或者你的内在声音里面会有很多的劝阻你，或者说很多提醒你说，这段关系开始，如果说你真的完全进入的话，会有个全新的人生的出发，或者是说会跟你以往的相处的模式，就是说你以往的生活的模式跟方式会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你跟这人之间的缘分的话，是你原本就有一种个人这种的内在的声音出现，只是你没有去理解到说，其实你的指导灵，或者是说你的内在声音是在跟你说，跟你提出一个警讯，然后可能这是一个宇宙所给你的功课的一个课题，是要让你变得更好的。因为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的部分，所以意味说它是要让你变得更好，不会是让你变得更差。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只是
变更好过程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痛苦，就跟毛毛虫要变成蝴蝶一样，中间会变成蛹的这个所谓的蜕变。好，我们这次抽到的是宝剑2，所以宝剑2看起来你们还蛮常会有自己内在里面的争执，或者是说对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有非常多的冲突在，可是又因为你跟对方相处里面，你们常常会感觉到有一种熟悉，或者是说安定，或者是安心的感觉，所以跟这个人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也开始逐渐的变成是可以去接受对方。那你选择放松下来，就是说你对这段关系的防备心，当你选择放松下来的时候，那个关系的进展，或者说那种感情就像洪水一般，马上瞬间的涌入，然后这段关系的发展上面也会让你开始觉得慢慢有一股暖流在，就会不自觉去陷入在这一段的情感之中。好，那我今天抽到的是圣杯皇后。好，那圣杯皇后的话呢，就代表说，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呢，你会不自觉的会被对方的情绪受到吸引，或者是说会不自觉的被对方受到他的那种阴柔的那一面，或者是说多愁善感的那一面，或者说他对于很多事情上面他所外表展现出来的样子，跟他内在实际上感受的那个差异性的那个反差萌，你们反而会不自觉的被这种东西吸引到。所以当我们走到这边的第一个顺位的时候，就可以明确知道说，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啊，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就是想要让你去意识到、学习到，你容易会被什么样的人吸引。那你当被这种吸引的时候，其实你的直觉力很强，会告诉你会有危险，或者是说你可能不适合什么样的性格的人。所以你们之间缘分呢，洋洋不得不说，目前看起来啦，要进一步发展的几率真的还蛮低的。就是看起来这个人是来磨练你，可能面对于感情里面的习惯，然后要让你意识到，当你在面对于感情的时候，很容易会去忽略掉一些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小细节。好，那再来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8。那钱币8的话，在这边呢，就意味着说，像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有的人可能是在跟这人之间是工作上的认识，或者说他的工作常认识，或者是他在你的工作上常认识，或者说你们俩之间是因为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话题，就开始变得很热络，有来聊天，或者是说这个人是能够给予你在金钱，双方之间其中有一个人会给予对方一个在金钱上蛮不错的金援，或者是说能力上的推荐，或者是说能够给予在工作上面一些的方向，所以就逐渐的开始变成是有一种相互依赖，或者是说是你自己单独个人去对他的依赖的感觉。所以这段关系看起来呢，有时候啦，你应该会觉得，就算没有办法当朋友啊，没有办法当恋人，应该也可以当朋友的这个想法，会在你脑海里面曾经是有浮现过。那其实你自己很清楚知道说，你其实是没有办法跟他当朋友的，只是你有时候会浮现出来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皇后。那权杖皇后在这边呢的意思就意味着说，这段关系里面，你也容易会被对方在工作上表现很聪明的那个样子，很努力的样子，或者是因为工作而受挫的那一种忧郁的样子，还有为了工作想要有更加突破努力的样子，你会被这些东西给吸引。那这些东西也刚好是对方会本身展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呢，在关系里面看起来，不得不说，这个人他其实有一部分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错。
但是大部分来说，他在你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其实也是会因为能够受到你的青睐，或者是说能够吸引到你的注意力，或者是能够愿意让你多为了他做点什么。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原本呢有在认真考虑这段关系，但在随着日渐相处之后，他可能也意识到两人之间的不适合，或者说两人之间其实会有蛮多的差异性，所以他后面其实也开始渐渐的有点像是说在收回来他在对于说这段感情中的一个期待。我们抽到是宝剑七，所以宝剑七意味说，当他去收回他在对于这段关系情感或者说期待的时候，不得不说他没有让你知道，可是其实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应该是蛮明显的啦。那如果说你们真的都没有察觉，也没有发现到的话，基本上就只能这样子，就是说他展现出来的样子，其实应该有点刻意想让你知道了。那其他这个人也不太会去包装，他包装方式就是会有点虎头蛇尾，所以很明显就是这段关系所带给你们彼此之间，最主要是带给你的感觉跟感受的话，你其实有时候你的直觉会告诉你说他有点奇怪，可是你又会因为被他的花言巧语啊，或者说会被他的表现又会被有所蛊惑了，所以你就是说这段关系里面，你经常会觉得有点疑神疑鬼的这个状态。所以当我们走到这边第三个部分，就可以意味着明显就是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双方之间，最尤其是在你的部分啦，很容易会被对方的外表所吸引，或者说被他的外表展现出来的样子给影响。那你也会去失去掉你可能本身在直觉力的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对方他会因为你的状态，或者说你的样子，或者说你对他的态度上，他就会开始变得有所转变。所以因此呢，这段关系里面的话，还蛮长，就是说对你们来讲啦，其实你们心里常常会有个底，可是对方你质问他，你问他，他又会说没有。所以当你们知道真相的时候，会难过，但没有惊讶。有的人是会惊讶，然后再难过，可是你们没有。当你们可能知道一切的真相的时候，你们反而就是会惊讶，你们会难过，但你们没有惊讶，因为其实你们本来就是已经这么想了。好，那我们来看到说，在爱的序卡里面所为你们抽到的讯息。好的，那这句话其实想告诉你说，你应该要花时间去找对你来说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每一件，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它都有好坏之分。那也不要因为你遇到了这个人之后，你就开始有点不太相信爱情，或者是说你开始变得对于爱情的这个部分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接受，你没有办法去，你会认为啦，或者说你会去否定你自己。所以其实你的爱都一直在你们的身边，只是你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有那个资格拥有爱，或者是说已经有爱在你们身边，想要让你们去拥有它。所以呢，爱的虚卡会希望说，你要去寻找好的事情，好，然后是尽可能往好的方面去想。那其实，在每一个人，你的身边的那些人的话，他们所带给你，有时候真的也不一定是指爱的部分的话，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指真的爱情，有时候也可以是指说友情的部分，或者是一种对于说身边的人会有一种慈悲吧，还是说会有一种大爱的心态。对，其实当你们发现到身边有很多爱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如何去爱你们自己。那当你们爱你们自己的时候，你们本身所散发出来的能量，那就会会让你感觉到是有一种暖流在。对，所以神谕卡就希望说，你要
当你要拥有爱的时候，你要先专注你自己的生活，去好好的享受，好好的去感应一下，就会有不一样。钱币十，好，那钱币十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你的目前现在人生中的话，有时候就算真的没有感情，或者说跟这人之间相处，可能没有到那么的融洽，那么的好。不过你只要心中是有满满的东西，或者是说没有感情，至少你有很多的金钱，又或者说你在工作上面是能够得到成就感的话，其实那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因为你可能爱你的工作，或者说你爱赚钱，或者是你因为很爱你自己，所以你舍不得让你自己吃太多的苦。所以呢，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是神谕卡透过塔罗牌想要告诉你，如果说你们真的找不到方向，好好的培养自己的第二个兴趣，然后能够去赚到更多的钱，或者是让你们时间变得很充裕，又或者是你们可以想办法在这个工作上面变得发热、发红，然后就是变得越来越好。好，我这边抽到的是宝剑侍者。那宝剑侍者就是说，就是说天使想要告诉你们，其实天使他们都已经把你引导到一个所谓正确的道路上，所以无论你们现在关系是如何，只要你此时此刻有想要去做什么，或者说你此时此刻认为什么东西做什么样的东西是对的，说什么样的话是对的，那你就去做，然后就是可以勇敢的表达出来，然后在关系之中。如果说你们真的会有一些你们咽不下的那一口气，然后会有一些是你们希望去做一些突破跟改变的话，那宇宙上透过塔罗牌想要告诉你们，就去做吧。那就也不要那么轻易的去放弃掉你认为是对的事情，因为其实宇宙它一直都有待在你们身边，都看着你们，所以他知道你的蜕变时间已经到了，所以他希望呢可以透过勇气给予你更多人生中的一个方向。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三。那钱币三就意味着说，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爱，或者说你真的希望可以找到真爱的话，你们可以找除了共同兴趣不行，应该是说在你们工作职场环境里面，或者是说对你们这个人的，就是说另外一个人，如果说在他的知识或者专业度、他的公司是能够帮助到你们的话，那么那个人就是你所谓你的正缘啊，应该说是你的好的桃花，没有到正缘的程度，是好的桃花，是让你能够有更多人生中的方向，或者说会让你有一种凝聚力的感觉，是让你跟他相处的时候，除了对方会给你相对应的回报之外，他的回馈上面会让你感觉到是非常的真实跟实在，就不会觉得自己只是被对方给利用啊，或者说被对方给忘掉。好，那这边的话呢，因为这支影片的话，杨主要还是要有另外一部分是给会员的，就是字卡的部分，还有就是后面的观音神谕卡的解析。所以如果说是付费会员的话，记得要去看付费会员的版本。那如果说是一般免费大众的版本的话，我们就先解析到这边。那如果说以上的讯息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太好，但是希望说可以帮助得到你们。好，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所感受到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你的启发或者是想法。好，那选到编织金色未来的话，你的启发跟想法是什么呢？好的，那这句话我们抽到的是无限的一个未来的这一张。好，那这句话其实呢，演员会觉得啦，抽到这组的话，你们有可能开始变得有宗教信仰，或者说你们比以前来的更加的虔诚。然后再就是有的人可能开始会去看一些心理学的东西，或者是
跟宇宙啊、玄学类的东西，你们开始会去做这方面的涉略，或者会开始去做研究，例如说还有那么星脉轮之类的。然后再是你们学校这组的话，有可能从原本不是塔罗师，然后后来就变成塔罗师，可能会去学塔罗。然后你们的灵力本身有提升了还蛮多，所以呢，你们原本对说自己的人生，你们是没有一些的方向，或者说你原本是有一些自己的规划，人生未来应该要怎么走。可是，在遇到这个人之后，你开始改变了，你的人生的轨迹、人生方向跟原本是完全大相径庭的，就是完全不一样，完全是走了不同的方向。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会开始去寻找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我为什么会在这？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个人？或者是我要如何把自己变得更好？如何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就是你们会开始去有很多的冥想，或者说会有很多内在声音，会让你们去重新认识你们自己，会去颠覆很多你们一直以来不会去认知到的事情，或者是颠覆了你们的想象。所以呢，你们现在的一些习惯跟想法，你们会回想起来，其实跟以前真的完全不同。你们现在变得更加的有力量，然后变得更加的慈爱，或者是变得更加的有耐心。现在的你们其实还蛮喜欢跟他人分享你们的改变，希望别人也可以跟你们一样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可以看出来说，其实给你们启发就是你们蛮慈悲的，就跟观世音一样，会希望呢可以帮助身边更多的人。好，那再来呢，等一下也来为大家再抽牌。好的，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是死神，我们目前都抽到是一个很大的牌耶。那表示说，你们的人生应该是真的经历过很多那种低潮，极度的低潮呢，又一直马上就很快又可以慢慢的又一直往上升到最高，就是一直在做云霄飞车的感觉。但你可以知道说，你们的人生的方向的话，是真的改变了你们，就是说遇到这个人之后，你们真的遇到了很多的事情。那很多事情的话，你们可能跟身边的人讲，都大部分来说，普遍来讲都是可能没办法接受，就是你们曾经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你们自己默默的去承受，默默的去承担，然后默默的去找方法，或者是一个人想办法独自的站起来。所以也可以知道说，你们非常的明白清楚孤独有多痛苦，绝望有多难受，彷徨有多么的无助。你们对于说自己的人生，或者说人生的方向，你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走才好。但是也因为你们本身内在的力量是有提升，或者是说你们本来的灵性就很强，就很高，你们是很容易会因为你们的努力就能够去悟出很多人生的道理，或者说你们会能够悟出属于你们自己的人生中的方向。所以你们的勇敢，你们的天赋，它引导着你们把自己变得更好。所以这组的你们可以看出来说，这个人他好像一直不断在伤害你们，可是因为你们的能量太强大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真正伤害到你们的内在的核心。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终究会有能力是能够去克服这一些的难关跟痛苦。只是要去克服这个前提之下，就是你们的人生会走到一个最低潮的时期。有的时候过往里面你们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有时候事情会一窝蜂的来，就好像瞬间把你从最幸福的那个时刻打到直接到最底端。可是其实宇宙或者是说观世音就想让你知道，其实你都有被你的宗教给保护着，或者说你的宇宙、你的指导灵，他们也都有在呵护着你，因为他们知道你是很强大的，他们希望你可以看到人世间或者说生活中最真实的那一面，没有永远的美好。所谓真正的美好，都是一定经历过痛苦的时期。
就是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哪能焉得梅花扑鼻香一样的道理。好，然后这样抽到的是权杖骑士。那权杖骑士，你就开始会对自己人生会做出很多的规划，或者说会有很多的想法在，就不会让自己一直停留在一个萎靡不振的状况之下。所以呢，也可以知道说，你们的灵魂的坚强的程度其实越来越厉害。然后你们可能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够真的完全去帮助到人，因为你们其实有很强的内在的力量，可是你们却有时候比较不知道该如何去分享你们内在的能力。其实这边以纵观看起来，比较像是说你个人如何去看待你自己的人生，可能就比较不会什么散发爱啊这种之类的，或者是说普化众人这种的情形。这边看起来就是你的灵魂的层次其实会来得更高。那其实这边也看不太出来说到底曾经这个人到底对你做了什么，不过必须可以知道，就是这个人常常在你的面前亲手毁灭了他所给你的希望。他所带给你那个希望的话，你本来就是一直很相信，可是突然有一天，或者说他突然之间又会亲手把它摧毁掉，这个对你来说无疑就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或者是说是一个真的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事情。那你也会因为越挫越勇，那你也是经历了那一些很痛苦的时期之后，你也才终于找到了这些的方向跟方法。会开始去为了自己而活，你原本会为了他人而活，或者说会为了一段感情而努力，但现在你的前提之下就是你会为了你自己而努力，为了你自己而活，为了你的未来而拼命。就算真的会失去掉你的一些可能很重要的东西，但只要不会把你自己给赔进去，那么你就会能够去愿意去承受，或者说愿意去承担。好，那这句话如果说验证牌呢是有符合到，或者说让你们觉得非常有共鸣，有共鸣的，没有到非常，因为是大众占卜，只要让你们觉得有共鸣的话，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呢就来透过大牌呢，就是你们可能发生一些的状况，那辅助牌呢，就是透过这些状况的话，我们就来去理解出说你们可能之间是什么样的缘分，或者说它带给了你们什么样的想法。有时候透过想法，你们相处过程里面。就可以知道说这份的缘分它的走向是怎么样。好，钱币王牌。那钱币王牌的话，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的刚开始的接触跟发展的话，是在一个可预期的状况之下。只是这个可预期的状况之下的话，你们本来是有点犹豫啦，可能本来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当其实你们原本就知道说，可能跟这个人有比较多接触的时候，应该就会有一些的事情发生，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比较密切，有可能是因为是有一些工作上的关系，或者是说可能跟钱有关，或者是可能跟商业事情有关。就是两人之间的缘分呢，就会跟那种职场啊、事业、财务会有牵扯在一起的几率比较高。那有的人有一部分就是，如果说像你们灵性非常高的话，就是你们俩之间的兴趣会真的蛮雷同的。所以就尤其在当你们在看交友软体的时候呢，如果是有人使用，会觉得这个人还蛮有眼缘的。对，就是会觉得这人好像有一种莫名熟悉的感觉。其实就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兴趣其实意外会蛮相投，然后两人之间可能在对于说人生中的相处的方式啊，或者说跟他人聊天，他们就是思考的模式，然后要如何去应用在生活中的那个程度的拿捏，是两人之间是一样的，所以会觉得两人之间真的在聊天的时候会还蛮有共鸣的。钱币王牌，所以通常钱币牌会出现来，所以因为说双方之间在相处的话，真的会有莫名的感觉到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就仿佛你们之间这个缘分就是势不可当，就是注定要出现，然后注定要有这段缘分，然后注定两之间就是要有一个情谊在。这一组的你们大部分来说，很有可能是已经正在交往，或是已经有交往过，或者是高度暧昧中的人。那如果说你们刚认识的话，你们可以值得期待，只要你们继续保持着跟这个人保持着联系，
然后保持着一定程度频率的互动。这一组很特别，就是你们一定要有一个相当频率的互动，才有办法去坚持，才有办法继续让这段关系往一个你们所想要的方向走。如果那个频率减少，那个频率降低了，渐渐的双方之间的兴趣啊，或者是说那个吸引力，其实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就会越来越稀薄，就会开始越来越没有那个缘分，所以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圣杯十。圣杯十的话，就是说刚前面提到的，会有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或者说两之间就会有莫名熟悉的氛围在，所以这一组的你们前世今生的缘分超重，而且你们上辈子一定是夫妻，如果不是夫妻，就是那种非常亲密的友谊的关系，然后或者是非常亲密的家人，就是你们上辈子的缘分一定非常好，所以在这辈子的话，两个之间才会有一种再续前缘的感觉。所以看起来这一组的你们，对，你们可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你们前世今生的这个课题，因为其实看起来说选到这一组的你们，两个人双方之间相处的那个当下很幸福、很美好，然后很享受。可是当两之间没有见面的时候，或者说比较需要只能透过通讯软体聊天的时候，你们应该会感受到有一种空洞的感觉，或者说会有一种空虚感，然后会比较胡思乱想，会对这段关系会产生很多没有办法去信任，然后会容易往坏的方向去想。然后你们有的人的话，可能会想办法去认识新的人，或者说去有一个新的缘分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就是你们刚开始啊，或者是说可能跟对方分离太久之后，你们的心里面会开始不自觉想要去认识新的对象，就不会一直只是专注在这个人身上。这个因为你们心里面有这些的不安跟忧虑，因为你们蛮害怕自己是会被对方给抛弃，或者说这段缘分只是你们想太多，但实际上当你们相处的那个当下，你们还是会觉得有满满的幸福，或者是说会觉得两之间是蛮情投意合的。所以其实这一组的你们目前看起来要走到很长久很长远是会有蛮高的几率，但是我们要去往下看后面的牌中的讯息，那羊都是会及时抽，对，所以羊羊也不知道答案，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圣杯国王，你看没有，再次抽到圣杯了。那圣杯国王在这边的意味着说，表示你们之间的相处的过程里面呢，通常来说是要有比较年长，或者是说比较阳性的那一方会来去主导这段关系。那通常阴性或者说年纪比较小的那一个人的话，就会是变成是被对方给操控，会比较没有办法去争取到这段关系里面的一个进展方向。然后在面对感情之中的话，双方之间都是默默的，也是还蛮有默契的，会朝着一个务实、长远、可靠、依赖的这个方向走。所以两个之间其实在相处的过程里面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就是说是真的为了双方之间为了越来越好，然后还蛮希望把对方绑在自己身边，或者是说蛮希望是可以永远都待在对方身边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也可以知道说这段关系里面两之间相处真的很有默契，也是因为有一方是愿意去配合另外一方啦，所以这段关系才有办法一直走得这么长远，走得这么久，才有办法一直继续的坚持下去。所以也是说，看起来这段关系目前呢，还是有很大的机会是可以走得更长远，或者说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出现。塔牌，那塔这边出现的话，就代表说有一部分的这段关系里面，也是算是那种大好大坏。
不过看起来比较不会是那种大吵啦，可能就是真的两间有不愉快的时候，有一个人会选择神隐，或者是会选择消失，另外可能就是要去拉下脸来，才有办法去修补好这段关系。那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呢，也还蛮常发生，不知道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你们都只会有种分分合合的感觉，或者是说每一次当达到最幸福的那个时刻，又马上坠下来了。但还好坠下来，就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的情感根基在，所以每次当觉得很绝望的时候，那关系又有恢复的迹象，或者说关系又好像有可以能够继续往前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边的话看起来没关系，我们先去往下看之后的讯息。如果有，等一下再补充好了。如果应该说，等一下如果这边没有的话，因为看起来跟同性会有点关系。好，先抽到的是皇帝。你看，你们男性的能量很强，所以呢，在目前的这段关系里面，应该说在你们过往啦，对方他就是说这段关系通常很难可以有一些的掌控，或者是说可能不容易去掌握得到，就是完全是由阳性的那一方去控制着。所以这段关系目前看起来，如果说你喜欢的对象是女性的话，这段关系目前看起来就很有可能有最后面应该会有一些可能会往不好的方向走，不好的方向迈进，就不会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么的幸福，有可能幸福的一切都会是昙花一现。但如果说你们所喜欢的那个人是属于男性的能量的话，这段关系可能应该说，如果你们本身是男性能量，然后你喜欢的那个人是属于阴性能量的人的话，因为看起来你的主控权在你这边，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脾气给顾好，或者是说你有的时候要顺着他的毛摸，他有时候就只是要被你安抚而已，你不要用那么理智的方式，那么严肃的方式去看待这段关系，或者说去跟他讨论他的问题跟他的烦恼，因为这样其实反而会造成关系里面变得有点紧张，因为他有时候真的只是想被别人给安抚呵护而已，但是你就选择用错误的方式。有时候他跟你讲心事呢，并不是为了要得到解决，他只是想要希望你可以听他讲话，或者说他只是希望你的声音可以陪伴他而已。好，那如果说是同性的人的话，你喜欢的人如果说是 T 或者是1号，或者是说异性恋男生的话，你可能这段关系要考虑一下，因为开花结果的几率应该蛮低的。可能再往后看看有没有其他讯息，或者是说你们心中这个疑惑可以等到洋洋7月份做同志专题的时候再来看。对，就是关于同志的部分。好，那洋再来帮他抽第3张，你们的缘分。好，这边我画抽到是魔术师。好，那魔术师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就是会碰到低潮的时候，那却就会有一个转机出现，就是会仿佛有一种天时地利人和，好像就只把你们俩之间绑在一起。可是绑在一起，刚刚提到说，如果同志的部分，其实这无疑就是一个很重的伤痕，很重的伤害。那至少两人之间在相处过程里面，一定会是快乐的事情居多，伤心的事情居少。那会觉得伤心事情的时候，通常就是因为你想要去强求什么，就会让关系变不好。但如果说你选择顺其自然的话，关系其实不会太差，甚至两人之间相处上面应该是真的蛮幸福跟蛮快乐的。然后这个人他其实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对你应该蛮不错，或者是说蛮希望可以跟你有一些蛮不错的互动跟未来的。
这个方向。那这个人呢，应该说你们相处里面，也可以算说颠覆了你一直以来很多的旧有的观念跟旧有的思想，还有你的生活的模式跟方式。所以不得不说，这个人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其实算是有一种安排好的。好，钱币侍者。钱币侍者呢，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两之间是默默的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去迈进，默默的朝同一个方向去走。那关系里面默默的走的，就是说走下去的话，其实呢，算是有的时候啦，会有点缺乏情感中的互动，会比较像是说这段关系好就好，那关系里面问题的核心却没有去留意到，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产生那种爱的共鸣跟爱的感觉，就单相思的几率蛮高的，或者是说关系比较难以去推进，或者说比较难以去进展，就真的比较像是朋友的缘分的感觉。可是也不用担心，因为其实看起来你们就是有时候可以当朋友，就是可以当他那种暧昧的情人，或者说暧昧的人。那当然，如果你们现在本来就是交往中的人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确实对方会把你放在他的心上，他蛮希望可以跟你有一个更长远的未来。但如果说你们是单恋中的人的话，或者说还没在一起，只是暧昧中的人，就如同刚刚杨洋所提到的，如果说对方是 T 是1号，或者是说异性恋男生的话，那你们就要留意一下，说对方跟你心中所想的那个期待是不是一样的，因为有可能很大几率是不同。我看一下宝剑八。宝剑八呢，表示你们会，双方之间啦，就感觉这段关系就是一直拖着，就没有去意识到这段关系里面的，两个人都知道这段关系里面的问题，可是因为都不想去让对方离开自己，或者是说都不希望，彼此之间的关系变不好，因为其实两人面对爱情的话，有一个人想要当朋友，就是说没办法得到对方愿意当朋友，另外一个就是没办法得到对方就觉得不要，因为可能没有办法以朋友的心态去看待，所以有点像说两个之间在对说关系上面的想法上面是完全截然不同的。能够接受的程度，如果说真的没办法当情人的话，那个接受程度是比较不一样的。其实不得不说，是因为没办法当朋友的那一个人，应该是有真正的爱过，所以没有办法以朋友的姿态再去看待这段关系，是没有办法真心的给予对方祝福。所以看起来这段关系的你们，蛮曲折离奇，然后应该说也不能讲曲折离奇，应该是说你们的魔鬼是藏在细节里面，然后要非常的留意跟注意，要不然其实蛮容易让你们后面会有后悔的，或者是说会有危险的因素在。那同志的讯息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要留意一下，不要后面你们其实自己也受伤了，就是会蛮可惜的。好，那我们来抽到爱的絮语卡。那爱的絮语卡就是想告诉你，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他想告诉你说，在你们的关系里面呢，有的时候那种熟悉的感觉，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共识是非常重要的。那两人之间在对说未来的方向跟发展，必须要有相同的想法。如果说只是其中一个人自己去想、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做的话，那这段关系其实真的就也很难会有一个往前迈进的机会。所以当你们在看待这段关系的时候，内心里面的想法是要有很坚定，然后你们一定要有知道你们自己想要什么。那像这张神谕卡的话，它的数字是50，那50的话基本上也可以代表是5的含义。所以这段关系里面，当你想要特别的去掌控着
你不选择顺其自然的话，或者是说你内心的想法不够坚定，你不够保持住的话，蛮容易会让这段关系会走向一个负面的结局，或者是说会有不好的结果。因为看起来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是会真的蛮需要顺其自然的走，或者是说蛮需要双方之间要有共同的想法才会有可能。那如果说你们本来就已经交往在一起的话，也不能那么轻易的受到身边的人的影响，要不然那个宇宙给你们考验没有通过，就表示你可能要换对象了。所以你看，抽到的是女祭司，就是想告诉你们说，这段关系所带给你的意义是什么？那你为什么想要拥有这段关系？那这段关系让你得到什么？这个得到是指说内在的力量而得到。像洋洋就听过一个案例，就是有的人他跟他是属于三生三世的夫妻，但是他在这一世的时候，前面2世他没有开启他的灵性，那这一次他遇到了同样这个人，他的另外一半，是为了要打开他的灵性，他必须要去经历过这个漫长的岁月的洗礼，或者是说漫长岁月被对方给伤害。那确实他们前世真的有发生过蛮多的事情，那其实也不知道说他们到今生会不会有办法变成是有结果，但至少占卜者就是那个人来问的那个人，他至少变得越来越厉害，他越来越知道他自己的人生到底要什么，然后他面对感情的话，他也开始逐渐知道说他如何去跟对方相处，或者是他们这一世要如何去修得正果。所以呢，这边想告诉你们说，抽到女祭司，你们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拥有这段感情。或许是因为你的内在力量，其实你的内在一直有跟你讲一些声音，你要去聆听你的直觉，他们所给你的答案才就是你的正确答案，就是你一直都很想知道的事情的结果性。权杖3，那权杖3呢，就表示说这段关系终究会有一个答案出来，或者是说会有一个结果出来。那这个结果的话呢，也意味着说，双方之间会有分离，中间会有经过分离，但是如果说后面的分离是能够再次回来的话，就表示这个人就是你这辈子的正缘，他就是你可能要携手一生的人。但如果说他就这样消失了，都没有出现，没有回来的话，那关系就你可能换对象了，那他就只是你这辈子人生的老师跟过客。断联的话是指说4个月，如果说4个月后，大概过1-2天吧，他有回来的话，关系就是他就是你这辈子的正缘姻缘，就是所谓的正缘桃花啦。那如果说超过4个月，然后都一直没回来的话，就是等同于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就只是一个过客而已。好，再来抽到的是圣杯国王。那圣杯国王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势必会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的等待，然后漫长的洗礼，然后还有漫长的让你们去探索说一段感情对你们来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的必要。其实你们很渴望拥有一段感情，然后你们渴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照顾你们的人。其实你们本身应该算是还蛮独立的，或者是说你们本身在对于自己的人生，你们也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你们会把自己处理得好，然后把自己打理得好。可是很多人都会忽略掉说，其实你们这种人是很需要有人呵护你们，很需要有一个避风港。当你觉得心累的时候，你打一通电话，他就会安慰你；或者是说，当你觉得需要被别人呵护的时候，那就会希望有的人那个对象他是能够给你一个安慰，是能够永远都陪在你身边的对象。所以你原本呢，可能面对于感情的时候，很容易会跟着感觉走，或者是说很容易会被对方所展现出来的样貌啊，他的打扮啊，或者说他的带给你的感觉，会不自觉的陷入在里面。
那你却反会忽略掉说你在感情里面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东西，或者说你真正想要的相处模式是什么，会就是说被那些肤浅的东西给吸引到，但却忽略掉了你所想要的一切。好，所以呢，以整体上来看，就是你们这对子的缘分呢，其实应该真的还蛮有缘分。就是说你们前世可能就是真的是夫妻呀，很要好的朋友，或者是说是一个非常要好的家人，就是你们的关系有点就是一直都会黏在一起，然后两之间就是非常要好，所以在今生的话才会又来到变成这样子。只是有的时候会因为世俗上的压力，或者是说对方可能自己也不太愿意去面对心中的声音，那就会有点逃避的心态。那这时候你的坚定跟顺其自然的发展，还有你自己内在的心中的想法，会成为你们之间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钥匙。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你们是付费会员的话，会建议你们要去看付费会员的影片，因为就是这组的你们后面还有很多的字卡的讯息，还有观世音的讯息要给你们。那像一般会员的话，我们就到这边了。那希望也会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或是说你们想要看完这支整个影片的话，可以加入洋洋的会员。付费会员，那你就可以把这支影片的完整内容都看完了。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随顺知道牌组的朋友。好，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来看一下，在这段关系里面呢，对方带给了你们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出来。首先在验证牌呢，我们抽到的是魔术师。好，那魔术师意味着说，原本呢，你们这个人，你们自己的个性，或者说你们的生活习惯，本来只是很单纯啊，或者说你们本来就没有想的那么多，就是你们原本应该算是麻瓜，可能在他的领域里面也是麻瓜，或者说你们在对说自己的很多的见识是相当的浅薄的，是不足的，是不够的。然后在对于自己的生活里面，你们是向来呢是相当的安逸，就是说你们在对于新鲜的事物，或者是说跟你们是不熟悉的领域里面，你们通常是觉得那是很无聊，或者说是比较乏味的。就算你们想要去尝试，通常也都是3分钟热度，是没有办法一直坚持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或者是没有办法继续的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可是在遇到这个人之后，可能他的个性，或者说他的一些的作为，他的想法，或者是关系里面的刺激，导致于说让你觉得我要变更好，我要完全改变，就像是犀利人系列的谢安珍里面一样，从原本家庭主妇为了去抢回她老公，直接整人看起来就像是名媛一样，就类似有点像这样子。你们就是会因为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发现到说，原来以前的自己就像是井底之蛙一样，其实这个世界里面有更多的东西是需要你去面对，需要你去看清，需要你去改变你自己，才有办法去跟着这时代的脚步。因为时代在改变，人的思维也跟着在改变，人的想法的观点也跟着在改变，还有人的品味也会跟着改。因为现实生活里面本来就有很多的诱惑，所以对你们来说，要如何去克服这所有的一切的考验，最重要的就是改变自己。对，所以这是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的第一个启发。然后再来呢，第二个启发的话是恶魔。那恶魔的话呢，这边代表着人类最原始的欲望，所以原本你们可能有的人对性的这个性不一定是指说床上的运动，有时候也可能是指说看待美的事物，或者是说有的人是在对于自己的宗教原本是没有那么的虔诚。那我们先来逐一讲。
那如果说像是美好的事物的话，就意味着原本你们可能在对于美好事物是比较不会特别去钻研去研究，例如说像是彩妆、服装的装扮，或者说如何去搭配衣服，或者是说你们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魅力这件事情，原本你们是不重视、不在乎，但遇到这个人之后，你们开始觉得好像去这么做了，要去改变你们自己。然后性的部分，你们原本可能是比较保守，或者说可能是比较有点不太愿意有一些新的尝试。那你们遇到这个人之后，反而开始会想去做新的尝试，或者说开始变得愿意去做很多可能在性方面的试试看。那这个就因人而异啦，这只是大众占卜，你就摄取对我们来说是有的。第三个的话，表示你们原本对自己的宗教，你们是没有一些太多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你们就只是偶尔会去，然后可能就有点懒散啊，或者有时候会偷懒。可是，在遇到这个人之后，可能跟这人之间相处过程里面有遇到了一些的事情，你们会非常需要寻求宗教的慰藉，或者是说非常需要寻求宗教所帮助你们找到一些心灵上的定位、位置，或者是答案。所以呢，对你们来说，这个关系所带给你们的改变，有点像是说出乎于意料之外的，但是洋洋会觉得只是把你最真实的样子给激发出来而已。因为其实每个人本来就是有无限的可能性，就跟那个魔术石牌本身的含义一样，你这个人本身就是很有无限的可能，或者是说本来就是有一些很多自己的想法在，只是你一直来都觉得没有人可以去帮助你啊，或者说没有人去支持你，或者说没有一件事情去推着你往前走，你可能就也不会想要往前走。那刚好遇到这样事情的状况之后，你也觉得你好像开始要改变了，要不然就会一切会来不及，或者说会失去这个人等等之类的，就不知道你们是哪一种的情形。再来，权杖四。那权杖四意味着说，原本你们在看待感情的时候，或者说你们自己的人生，你们会觉得其实自己可以过得非常的好。或者是说你们会觉得其实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找乐子，或者是自己一个人也不用太怕孤单跟寂寞。可是在遇到这个人之后，你们才发现到说，你们其实也是跟一般人一样，是个群体的动物，没有人陪你会很孤单，没有人跟你一起去吃买一送一，就一个人去吃会觉得很难受，或者出去旅游的时候就一个人去旅游，没有人帮你拍照留影，没有人可以让你分享旅途中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是喜悦，或者是期待，你会觉得很空虚。也就是说，这个人来到你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你会逐渐发现到说，其实你非常需要有人可以陪伴你。那这个人陪伴你是会希望说是一个长远的一段关系，并不是那种就是短暂的关系。所以现在你的话开始逐渐会变成说，你如果本来不想谈恋爱的话，你开始会逐渐想要结婚。如果说没有结婚，会希望会有一个坚固又稳定的一段的爱情的关系。那权杖四的在这张牌的权杖四的话，更多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你的话，很有可能会，因为如果说缘分还没出来，或者说感情是已经稳定的话，你就会把朋友看得还蛮重要的，会觉得在一个人的人生里面，如果说都只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或者是说另外一半放在第一位的话，可能会让自己失望，或者是说真的需要有人帮忙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不帮你，你只剩你的朋友了，那你就会开始想说要去巩固好，或者说去建立好你的友谊的关系。这是一个在这边的权杖四的另外一个解法。因为有时候解牌是要看一下那一张牌的真正的另外一个含义，因为每个牌都有占卜师绘制的占卜师他们一些的个人的含义在里面。好，那这话就选到这组你们验证牌的讯息，如果说有符合或者是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那往下看的话呢，首先会有所谓的主牌跟辅助牌。
那主要牌就是说，透过你们相处的方式去看到说是什么样的事情，然后造成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缘分的存在。所以辅助牌主要就是看缘分，然后主要牌就是看事件。好，反正大家洋洋都会讲了，你们也不用就是记得太细，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请问随风知道的人，他们的缘分是什么呢？塔，塔在这边的话呢，就意味着说，其实你们的这段关系，看起来就是蛮长的，会有一些的争执，或者是说会有一些的吵架，那或者是你们本来呢，应该可能很讨厌对方，对，然后就导致于说这段关系本来也没有那么的好。那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这段关系本来两个人之间是有短暂平常就只有简单的交集，可是会突然之间有一天，两间就是有很多密切的联系啊，密切的联络，就是把原本的状态有一个很剧烈的改变。那塔牌的话，通常是指不好的意思。不过洋洋这边的解读会觉得，只是把你们原本比较沉闷的状态去做改变了，所以迎接你们的会是新的状态，新的改变。那个新的状态跟新的改变的话，当然是要看每个人因人而异是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反正就把你们原本可能比较没有缘分的那个关系打散了、打碎了，然后让你们俩之间反而变得有点算是说比以往来的更加的亲密。那事件的话，就看每个人什么样的状况啦。对，圣杯五，圣杯五的话，有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原本是同事，比较不熟同事，然后后面会因为对方的回归啊，或者说你可能到新的环境碰到他。那关系里面两人之间就是有这个机会，这个缘分去修补好原本可能比较也没有算修补，就是把原本没有关系的情谊把它变得更好。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可能对方你或是他有人失恋了，难过了，或是说家道中落，或者是说反正生活中有发生了什么样让自己觉得很痛苦难过的事情。然后对方能够给予你一些蛮不错的安慰，或者说对方能够为了你有做一些的为了能够跟你有聊很多的事情，或者你愿意去跟对方聊，然后两人之间就这样子心灵相通，或者说就这样子默默的越走越近。洋洋先喝个水。所以看起来呢，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算是说从原本不好的状态是有一种慢慢的往上走的这个趋势。权杖侍者，权杖侍者的话就意味着说，两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有其中一个人算是比较痴情的，或者是说对这段关系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排斥的心态。所以当两个人之间有机会更靠近、更接触的时候，那个缘分就会促成了，或者是说那个缘分就会加速你们之间进展的这个机会。所以呢，这段关系里面也是蛮明显看出来说，有算是被牵线的啦，就是说你们是真的就是时间到了，就是你们的啦，对，就只能是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呢，就像是洋洋在看的那个月老然婚姻真经一样，有时候自古缘分不必找，那你们的缘分就自古是由神就已经定下来了。好，愚者呢，就是表示意味着说，你们在对说自己的人生，你们是非常的愿意去接受生命中的馈赠、生命中的变化，然后都会愿意去做任何的尝试，所以他也是一样。所以你们俩之间其实有一点算是说不知不觉的你们慢慢的越来越靠近，那就是愿意多做很多尝试，所以也可以明显到说你们俩之间一定是从朋友先做起，不像有的人是一见如故，
或者是说就是很瞬间快速的发展。你们不是，你们是关系里面的话，至少有经历过2-3个月以上的朋友，才慢慢的有感觉了，或者是说两之间开始变得更加的靠近了。钱币皇后，那钱币皇后就意味着说，关系中的2个人本来原本呢是顺其自然的，然后就因为有一些事情的状况，有一些事情的原因，把你们俩之间必须要先暂时的绑在一起。绑在一起的时候，起初可能有点不太愿意啦，或者是说起初可能会有一点防备心，就会觉得有点烦，或者是说为什么要就是2个之间要绑在一起，就会觉得有点没有那么多的自由跟空间，还有时间。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把你们俩之间绑在一起之后，那个缘分又更加靠近，然后2人之间又开始变得日久生情了，或者是说又开始2人之间越来越靠近了。所以这个的情谊之下来看的话，2个人之间的情谊那种有感觉的话，那个时间点其实差不多，没有差太远。所以看起来你们蛮像是说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可是因为毕竟关系里面没有那么多顺遂的，所以我们这边又抽到了宝剑五。那宝剑五就意味着说，关系之中的2个人，因为原本是不同的个性嘛，然后原本呢就只是没有那么的有缘分，突然间变得很有缘分，绑在一起，一定会有很多的摩擦。2人之间一定会有很多需要去磨合的地方，所以当出现宝剑五的话，就意味着说这段关系需要摩擦的部分有出来。那最多的话看起来就是说2人之间的习惯啊，或者是说一些的想法、一些的观念是有蛮大的冲突，然后2人之间有时候蛮常会有一些争执啊，或者是说会有一些竞争上的关系也有。可是关系里面也不会因为就这样子让2人之间就拆散了，所以关系2人之间再怎么吵还是会和好，或者是说还是会让2人之间就是不打不相识的感觉，就是2人之间相处也可以是说蛮轻松自在，是蛮可以做自己，所以才有办法一直去表达自己心里面真正的感觉跟感受，就是对于说每件事情的看法。那有其中一个人呢，应该说你们俩之间其实应该本来是不同生活圈，然后就因为刚刚出现一个钱币皇后嘛，所以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就是说不同生活圈，所以是你或者是他独自一人来到对方的生活圈里面，这个几率会比较高。例如说，一个是你是健身教练啊。对方是健身教练好了，那他有他的健身教练的生活圈，然后你可能只是一个他的学生而已，那你就步入到他的生活圈，你去签下他的课，那你就开始认识他身边的很多人，他身边的人也都认识你，然后渐渐的大家就玩在一起。可是因为毕竟2人的生活圈不同，那如果说没有上课，又很难可以有进一步的进展，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争执跟吵架。那毕竟健身教练的职业的生活圈跟你的自己的职业生活圈是一定截然不一样的，理所当然关系上面就会很难有进展的机会跟空间，就会在对说很多事情的判断跟决定，或者是说谈话的谈吐就会有落差，或者说在看待每一件事情考虑的那个点的状况不同。因为每个行业你能够待在那个行业里面所塑造出来的那个样子，那个塑造出来的你或者是他，在观点上一定会有不一样，因为才有办法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或者让你在那个你自己的行业里面才有一个立足之地。所以简单来讲，就是2人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磨合。我们还有事件，这是钱币7。那钱币7意味着说，你们俩之间是真的蛮明确，会有一些的，至少一定会有个共同兴趣，不可能2人之间都没有共同兴趣。那就是随着你们俩之间就是日久生情，然后慢慢的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情谊，然后就开始很难的可以去离开对方。所以看起来也算说，你们这段关系对彼此双方来看的话，也蛮像是那种毒品，好不好？我们就讲是毒品一样。因为毒品呢，就是你前面没有发现到，可是你慢慢的在食用吸食之后，你会上瘾。但毒品本身是不好，可是你们这边看起来也没有到完全不好啦。
如果我们现在是断联，你们一定会觉得很痛苦。但基本上来说，这段关系缘分还蛮深的，而且这个是一定是有被牵线。基本上选到这组的你们，应该是正缘姻缘的几率非常的高。因为你们这段缘分呢，就是从朋友嘛默默做起，然后后面中间再要变得越来越好，中间又会有一些的摩擦跟争执，然后后面俩之间就开始有机会可以在一起，或者说俩之间变得更加的甜蜜。因为你们并不是在情侣的时候去摩擦，而在朋友的时候就摩擦。那朋友的时候就摩擦，然后再变成走到越来越好、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熟悉彼此的性格的底线了，或者说是不能被侵犯的那个底线，那个基准点。所以呢，关系里面就能够更加顺利的去进展。权杖皇后，那权杖皇后就会说，一定有比较阴性能量的那个人，通常是开头的，或者是说是主动追求的。然后阳性能量的那一个的话，应该是比较被动啦，或者是说他本身呢是比较笨的，就是他可能知道自己有感觉，可是他会比较把他的重心放在他自己身上，或者说他的生活之中，他会去忽略掉他自己内心里面最真实的隐藏的需求，所以就会变成说是由阴性的能量的那一个的话，会真的比较辛苦，就是为了去经营好这段关系，或者说要把对方带在自己的身边，当然要势必做出非常多的努力，才有办法去拉近好这段关系。所以看起来阴性能量那个好像还蛮累的，对啊。有的时候有可能你是异性恋，然后女生她本身阳性能量比较强，你的阴性能量就比较重的时候，也有适用于在这里。对，然后我们再来抽到另外一张，第二张是钱币2。所以这段关系呢，总是会两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每次可能经历过一些争执跟吵架，又或者是说会在这样的一个熟悉的彼此的性格之中，会找到一个彼此之间都能够接受的那个重要的部分，那个平衡点。那两人之间可能在对说关系上面也逐渐的会有一些很多的共识。所以呢，我们纵观以上来看的话，其实在选上这组的你们，唯一最大的幸运就是，这段关系基本上很难完全断得开。那如果说断开的话，对方迟早有一天会回来找你们。那回来找你们的时候，会在每一次会有更多的进展，或者是说会有更大的进展的这个空间。只是在当下，你们应该通常会有点感受不到啦。因为毕竟你们可能在面对说感情啊，或者说所带给你们启发，也逐渐知道说你们很向往的是一段比较那种长远的关系，你们也是蛮害怕寂寞的，对啊，所以关系之中的话，你们开始渐渐的也会知道说，不要自己的情绪被他给绑架，所以两件也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也算是蛮公平的。因为有一天你真的不要他的时候，换他会很难过。当然，我们还是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是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台面上的话，还是没有太多的讯息可以知道说究竟对方有没有喜欢你啊？只是以牌面上看起来，两人之间还没有缘分，是有一点切不断的。对啊，会蛮恭喜你们。好，那我们来看到说，在爱的序卡想要告诉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好，那如果说你们一直都沉浸在一个过去的失望的情绪的话，其实对你们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所以其实会就是说爱的虚卡天使想要告诉你们说，他知道你们其实是很重感情，然后这个人所带给予你很多的启发，然后让你有很多的改变。可是也可以知道说，过往中的你一直以来都蛮孤单的，也在每一次的期待之中都以失落收场。
或许有可能是因为你太急着关系要有一个结果。那当然，如果说你们认识2-3年以上，关系都没结果的话，那是不是因为你们有点太过于执着不属于你们的感情？因为双方之间反而明明就认识那么久，早就应该要有在一起，可是都没有的话，也就意味着说是不适合的。那如果说你们像一直都有断断续续啊，然后你们明明就都很喜欢对方，那种断联一下又开始恢复联系的话，也就意味着说这段关系你是不是他的备胎这件事情你要去想一下。因为你们离不开这个人，这个人也离不开你们，但是两人之间面对于感情的话，双方的共同的努力的方向又不一样，因为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啦。对啊，但是还是要看说你跟这人之间有没有缘分在一起，然后之后再做这方面的影片。因为毕竟从现在目前看起来是看不到的，只是看到说你现在有时候想起来是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想法上面负面偏多，找不到你的重心在哪里，或者说你不知道你该如何去定义着你们的这段缘分，这段关系。好，我们再抽到了是权杖侍者。那权杖侍者就想表示说，好好过自己的生活。这边的权杖侍者是代表说，你要去找到你生命中的一个重心，然后尽可能的是跟你自己有关，或者说跟你自己本身的能力啊，提升你们自己的未来的生活的方向有关，不要只是放在感情，然后尽可能不要让你们自己都一直待在一个可能稳定的生活，你们的步调都一样，你们有时候要换一下，或者说去进入到新的环境，或者说新的交友圈、新的人际的关系的圈子里面，那其实能够去触发你们在对说自己人生未来你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或者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人生，或想要什么样的感情，是能够给予你们很大的方向。就是千万记得，因为他的这个手里拿着那个帽是魔术师的帽，所以呢，人生版就有很多的惊喜。因为看起来啊，选到这组的你们，如果你们通常选择懒散，或者说选择刻意去逃避的话，生命里面终究会有事情要逼着你们一直往前走。所以你们本身呢，是带着有蛮多宇宙给予你们的期待、星星，所以又更加验证了你们的人生充满着无止境的那种喜悦、惊喜，或者是变动。其实生命就想告诉你们说，面对说关系里面的话，每一个情绪都是宇宙的馈赠。那每一件事情呢，它发生都一定有它的意义的存在，并不是只有表面上的那个样子。有的时候背地里应该说有的时候隐藏的含义又更深，或者是说在你未来的方向，你未来的人可能会比你现在这个对象来的更好。又或者是对方一定有一些你所不知道的秘密等着你去挖掘、去探索。但是潘朵拉的盒子你要不要打开，你要不要去找，依然是看你们自己。有可能打开之后，你又变成像对，你有可能会失望，但有可能你打开之后才发现到原来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一切就要取决于说，到底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每个人的缘分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看起来就是你们缘分就是有点切不断，但也没有到说完全注定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只是在一起的几率会很高。然后看到这一张吊人，那吊人的话就意味着说，这段关系目前看起来这个缘分还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跟答复。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很急着想要结婚的话，目前这个人不会是你的结婚对象，然后你的结婚的想法可能要再想想。对，那如果说你们是想要问能不能跟对方交往在一起的话，最近也不会有，可能你们还要再等等看。但是这个等等看也不是说后面不会改变，后面会有，但至少要等2到3个月之后，改变的几率才会出现。那最主要也是因为
你们要继续过好你们自己的人生，然后也是要等待着对方他能够完全走出来心里面的那个心魔，要不然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方如果他没走出来，然后你的情绪也没走出来的话，两人之间其实也很难会有机会可以靠得更近，就是有点像说各过各的生活。所以会蛮希望说选到这组牌组的你们在一起的几率是3组里面最高的，但是你们这一组要需要等待时间也是3组里面最多的。那当然幸福是值得等待的，那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去做等待的这个部分。好，那这边的话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的讯息。那如果说你们本身是付费会员的话，一定要去看完整版的影片，后面还有更多的资讯要给你们。那我们这边的话，这支影片就先到这边。那如果说有帮助到你们，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